中共常讲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我3个指头可以把你5个指头吃掉。我怎么吃掉呢？我3个指头是统一的，我把你5个指头呢分割，分而治之，分割，然后3个指头我统一起来之后，我把你1个指头吃掉。对啊，好，那现在变成什么？3:4，我再切，我现在又把那1吃掉了。现在我这1不但吃掉，我还过来变4:3了，变4:3了，我再切，就切掉了。那怎么切呢？就不断，简单说，第一，我进到国民党里面来，当时不是联俄融过吗？我进来了，进来之后呢，把关键的位置都抓了，组织部抓了，文宣部抓了，农村部抓了，连这个军的党代表什么都抓了。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是周恩来。好，把关键位置都抓了。我就不太懂国民党人怎么对权力这么不理解。像我读政治系读大一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这几个位置很重要。你怎么国民党就把这几个位置就拱手让给共产党？我实在不明白。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进来之后呢，就开始丢帽子。怎么丢帽子呢？哎，那个宝杰，你这个人不错啊。你这个思想很进步啊，什么等等，你这个不错，国民党内进步派。你洋洋自得，我国民党内进步派啊。那既然进步就有落后派，他是落后派。为什么落后派呢？他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帮助穷人，他不是说反对共产党，他反对帮助穷人，他反对什么打土啊、分田地怎么等等，所以他比较坏。他是国民党里面保守派，他是地主在国民党里的代表，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人不可亲近，所以国民党内的自认为的进步派就对国民党内部的他认为的保守派就产生了隔阂，就切了。然后那个人呢是中立派，所以国民党被他一分为3。有进步派，有保守派，有中立派。今天国民党不也是这样吗？他现在也是这样做。今天不也这样吗？我这样讲完大家就懂了，对不对？这个招数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921年开始啊。那国民党没有警觉吗？100多年，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人家用同样的招数对付你，你居然学不会？你学不会就算，你居然没看懂。不是，我觉得他们甘之如饴。这很奇怪的，甘之如饴还真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啊。所以丢帽子完就开始切割完就开始拉拢，所以国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有没有被共产党拉拢的？有啊，廖仲恺不就是吗？廖家一路到现在，不在帮中共在玩吗？没错，还写信给蒋经国要促成两岸和谈。没错。然后我们最后一任孙夫人，宋庆龄不也是共产党吗？他还是国际共产党，他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是国际共产党。所以渗透统战，那搞到无以复加，到最后呢，我们几次大的作战，身边的最重要，连蒋中正身边的大参谋都是匪谍，刘匪啊，什么这些郭汝瑰，这些都是匪谍，还跑到台湾来的，那时候还在台湾的总统府里面抓到的，就无实，对，所以你说，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用的手法，今天有没有在用？在用，有没有在用？在用，完全在用，完全再玩一次，而国民党居然没有什么警觉，这不是非常奇怪吗？那等到分化的差不多就开始嘛，开始诱降嘛，所以为什么有几场关键大战，就是说吴化文什么在什么就投降了，一投降之后就出现破口，一出现破口，那共军就是潮水般涌入，就把国军打败了，就这样子。所以中共我们刚刚讲说妙算。就这意思啊！我前面全部算完了，都分化完毕，最后在战场上呢，才把你解决掉。而所有用的东西，最后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虚假的民族主义。在北伐的时候讲什么呢？我们一起对抗帝国主义，反帝。孙中山听了很高兴。当然，当时国民党也反帝。然后北伐的时候，的确因为很多军阀背后呢是英法德俄这些帝国主义的背后。所以你必须打这些军阀，同时呢也打背后帝国主义，然后把这些租界抢回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蛮强的啊，不是很合法抢，但蛮强的。但是我兵威所到之处，我也抢下来了，抢下来英国摸摸鼻子就退了，法国摸摸鼻子就退了。那有些国家不甘心的就继续再干。所以国民党那时候当时最大的敌人，外面最大的帝国主义是谁呢？日本，对不对？打山东的时候不是要绕道吗？对，就这样来的。好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打帝国主义，日本侵略的时候呢，抗日啊。那国民党里面不是很多人说我们要抗日，所以要抗日要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抗日啊。对，说起来是，但是共产党真的跟你站在一起抗日吗？当然没有。你回头想想看，
今天国民党在那讲这些话，所以国民党的高层这次到大陆去，在南京讲话，居然会骂日本骂11次，我就说奇怪了，我说对，日本是敌人，但日本是昨天的敌人，对，你为什么不骂今天的敌人，要去骂昨天的敌人？你站在今天敌人的领土上面去痛骂昨天的敌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你可以骂昨天敌人，但你必须更应该注意到今天的敌人，不应该是这样吗？而且是把你赶出中国的敌人。当初你国民党就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今天你还上了共产党当，还跟共产党去骂昨天的敌人。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是谁让你拼命记得昨天敌人，不记得今天敌人呢？对，不就今天的敌人让你忘记昨天，让你记得昨天敌人，忘记今天敌人吗？对，那你为什么还跟他走呢？所以虚假的民主主义，坦白说还真有用。今天的国民党里面不就把国民党里面切得4分5裂吗？对，国民党人不是讲说啊，我现在反台独更重要吗？不是，反共更重要。反台独你可以反，用宪法的方法反，用这个选举办法反，然后用这个公投法的这个办法去反。你不需要联络中共去反台独呀。对，中共是宪政外的敌人呐。民进党什么是宪政内的对手而已啊，这是这样的嘛。而且国民党用反台独已经赢得总统大选已经好几次了，你是可以把它当成武器的，但是如果它不是武器，就代表这个社会已经不接受了。对啊。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不到说，你要统要独，你去选嘛，选赢就统就独嘛，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大家觉得说选举是可靠的，虽然我们的选举办法有点落后，但美国看完都说，哎，这玩意儿可靠，因为它很难作弊，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走到这一步了，那你还不珍惜？而且今天坦白说，今天的台湾的所有成就，国民党有重大贡献的，你为什么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没有信心？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是好，那如果今天你说好，那我今天忘记了今天的敌人，我去谴责明天的去谴责昨天的敌人，或者你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不关我的事情，我也不在乎。可是我们就从那个詹姆斯亚当斯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在质上面，中国的武器已经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毕竟它现在的这个武器生产，也就是它的军工生产是全世界第一。它下脚的，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它现在这个军舰的生产力，海军是200倍。它现在生产飞弹的能力、生产无人机的能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要你台湾去建构你无人机的产业链，因为你台湾只有去建构你无人机的产业链，你在面对中国未来的机海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时候，因为我在值上面不能赢你，所以我未来美国就很清楚，詹姆斯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就是用大量的量，用庞大的机海，就像过去在韩战的人海战术，现在我用机海战术，我来攻击你，我让你这个等于说让你没有办法防范，我在最短的时间控制台湾海峡，我控制台湾海峡之后，美国不能介入的时候，我已经拿下了台湾，所以台湾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重要。可是大家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开始愤慨或者不满的是说，明明有这么大社会压力，明明卢秀燕也讲了，明明现在连赵少康都讲了，结果你现在国民党还是要飞挡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你飞挡3800亿。3800亿就只买美军，你的要建构台湾无人机产业链，你是非挡不可。那这个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吗？当然会啊。这个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古今中外战争史，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人类所有的科技技术发展呢，最后一定可以为战争所用。所有发展都是这样子。你说这个冶铁炼金，到最后呢就变成兵器嘛，对不对？然后你说我制造了引擎，最后呢就变成船舰的那个什么，甚至变成自走炮的那个推动力。那么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到最后呢，一定可以为战争所用。那么战争的打法呢，跟武器的改变呢很有关系。像过去我们那时候读历史，你说那个秦始皇很厉害，他的兵团很厉害。他兵团是怎么打？他用大兵团作战，什么大兵团呢？乘19×19，361个人排成一个方阵，然后方阵往前推。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一个方阵往前推，然后前面是弓箭，然后弓箭射完，第一排弓箭射完就蹲下来，第二排再射弓箭，然后蹲下来，第三排再射弓箭，3排弓箭射完之后，对方已经死掉一半了，然后剩下的那步兵手从后面冲上去就打了，然后上去打的时候呢，用什么呢？用什么比较好的合金啊，这刚刚什么砍杀对方。所以只要你的武器比较进步呢，你打仗就比较厉害。而作战的战法跟武器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军队的组织跟武器是有关系的。
但武器的进步跟退步跟科技进步是有关系的，所以科技越进步呢，那武器越进步呢，你用人就越少。那个2次大战的时候呢，美国要登陆诺曼底，他就先在别的地方呢制造一些假象，要骗那个德国雷达，他用了1万人。用了很多飞机，丢下很多铝箔片，然后德国雷达就看到哇，这边大东西啊，是这美国飞机来，然后就注意在这种，所以把注意力转到另外海滩去了。就他在那个欧马哈在那地方呢登陆了，要被骗了，用了1万人。1991年到92年，美国去打伊拉克，也要去骗伊拉克雷达，用了多少人呢？6个人。那一次要用1万人，这次用6个，为什么？科技进步了。所以我找那种电战机什么上就骗到了。那现在呢，已经走到了飞者飞鸟，游者飞鱼，然后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推背图不就讲了嘛？然后飞的不是鸟，游的不是鱼嘛。Nostradamus 也讲过，他说将来作战呢，在水这个舰队在水底下航行。在400-500年前，这500年前，他说。舰队在水底下航行，潜水艇，很可怕。所以换句话说，的确是有这种事情。那现在走到了无人机舰的作战，我们在讲什么呢？当科技进步的时候，武器就会改变；当武器改变的时候，作战办法就要改变。所以每个国家在备战的时候呢，都在准备上一场战争。对，准备上场战争，因为我记得上场战争怎么打的，所以我上头有准备。就没想到下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91年到92年，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开始用3C 产品了。对，那时候是揭示一个新的战争打法。今天是不但3C 产品进来，3C 产品呢还要取代人的这作用了。对，上个礼拜嘛，乌克兰不是宣布了吗？我们在某一次战役当中。完全没有用真人就俘虏了俄军嘛，打败俄军，俘虏俄军了，这很可怕的。对，所以将来我们就看到机器人、机器狗跟机器狼，然后你面对就这批东西，然后你被机器狗俘虏了，就是这种。没有看到半个人，没有看到半个人，但你被俘虏，因为你一动他就开枪。对，他先不打死你，他这不往你左右两边开，你就不敢动了。对，这样就好了，因为他想抓俘虏。好，那所以现在我们讲就是，如果科技进步到这样的话。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美国也注意到了，所以他跟韩国合作造船，跟日本合作造飞机，跟台湾合作造什么呢？无人机跟无人舰，因为这台湾的长项。所以今天美国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上次来的时候我不是讲了吗？我说，其实说起来，台湾跟美国已经达成了战略同盟了。没错，您这样说。我们是用战略晶片跟美国达成了战略同盟。所以美国现在全世界都看懂台湾晶片。那么中共当然也看懂了，所以中共不是几次放话说，我把台湾这个夺回来，然后我把台积电夺过来，不是这样讲吗？对，他就认得一个台积电，台湾上下有上千家公司啊，对不对？他其实很清楚了。那么你刚刚说这个是不是关键？这当然是关键。所以国民党高层在拦这个无人机这件事情呢，的确非常关键。那我们台湾人呢，真的得看懂，真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得过关。好，那另外就是。在那边回来以后呢，他讲的有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困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中国的武器只打台独，难道他可以做分辨吗？那如果说他只打台独，那如果我家邻居是台独，我可以坐视我家的邻居被中国这样子杀害，被中国这样子侵略吗？那你的逻辑就是你台湾人只要是台独，你就不是我的同胞吗？那你还讲说我今天到了中国，说我看到中国的教科书非常的棒。这个台湾还可以去看中国的这个教科书，你还讲说我们明明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少，台湾的商人已经用脚来投票了，他已经离开中国，而且赚更多的钱，就你还说我要把台湾跟中国绑在一起，他现在讲的很多的说法，我都觉得我不可思议。那难道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习近平手上一个重要的牌了吗？你刚刚说看大陆的教科书很好，你要不要去读读中共宪法？比我们好。是。中共宪法规定的好极了，他不要全部落实，80%我就很高兴了。他的那种对公民的那种保护啊什么，那讲到天花乱坠啊，地涌金莲呢，不用说了。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中国这套说好了，那这样嘛，你去上个课就晓得了嘛。前几年呢，我那时候很多大陆学生，然后我在各校演讲，
晚上下课之后去演讲。我的题目讲的都是这个大陆的情势什么王立军薄熙来什么等等这些讲。然后有一次呢，就来了一个穿毛装的学生，毛装，然后这个深黑色很漂亮的毛装，然后我讲了2句，他这个反驳，你这完全不懂大陆什么等等，大陆很好的。就我一听口音，我说你哪里人？我台湾哪里人？我说了不起。然后我还没反驳呢，旁边大陆学生啪就说你去住住看，你过去住住看。那我才晓得所以你光读大陆的书大陆文学什么，你会觉得很好。我常常不是讲说大陆作文比赛冠军吗？对就这意思。所以你光看那东西呢，绝对没问题。你去住住看。是。台湾不是有一些网红明星在台湾很左吗？然后很亲中共吗？到大陆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水灾吗？对，他在网络上讲赶快救救我家什么，然后立刻讲说别给政府添乱，一句话讲完，别给政府添乱。后来还有没有再讲话？没有讲话，没有再讲话了。对，我们都讲得出名字来。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武器自大台独什么的，对不起，我们再说一次，在中共眼里面谁是台独？我们再问一次，你们通通是台独。除非你先投降，否则你就是台独。就非投降之外都是台独。对，那你不是今天台独，就明天台独。所以中共逻辑，我再说一次，把他拉拢他心目中明天的台独，来打击他心目中今天的台独。至于这件事真台独假台独并不重要，对他来说都是台独。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们讲中华民国派，你是不是台独？你是台独。你不要以为你投票投给中华民国总统选了谁当着中华民国台北市市长，或者台南市市长或高雄市市长都不重要。除非你举手投降，否则你都是台独。就这么简单。对，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你觉得中国的武器是打台独？当然不是。是打台独？是打台独？是打台独？是也不是？对。问题是谁是台独？这才是重点。对。好，但你刚才讲说，那他现在等于说，他现在如果他是一个习近平手上一张牌。他开始要对台湾做什么？他开始做分化吗？开始做一些？他现在做哪些东西了呢？你觉得现在分化不成功吗？分化成功，成功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这个很多台都在帮中共讲话。那现在不是有人列出来了吗？中共最喜欢的25个网红都列出来了吗？对，所以很成功啊。然后我们有退将帮他们讲话，也有很多退伍的。最近不是不是高雄的桥头起诉了9名国军官士兵嘛？对，匪谍嘛。你说不成功？成功啊。这些人不是完全为钱一部分是为钱为钱只是一部分而已。有些人真的是觉得我打不过了，我要投降，这一个。另外是觉得什么？中共强大了，中国强大了。大家要搞清楚不要把中共跟中国搞混了。中国是永远在这里的。但中共是可以走的，所以我常讲，我说大家要有点历史感。将来有一天我们读历史就是这样讲，中国从1949年到20某一年曾经闹过共产，对不对？跟闹过黄金，闹过长毛，闹过什么白莲完全是一样的意思，闹过共产。中华民族有它的生命力，这毫无疑问。迟早他要把中共摆脱掉的。会吗？不会吗？俄国不是摆脱了共产党了吗？当然现在有点还魂了。东欧各国不是也摆脱共产党了吗？所以我常讲，我说我们政治学家相信什么？相信人性。我们相信人性。人性呢，始终是我们当然趋吉避凶，好逸恶劳，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有时候好吃懒做，但这就是人性。所以你要强压它，你要强扭它，很困难的。很困难。那我也要改变人性或者能够拉动人性的，一个是宗教，一个是道德。法律对人性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它只能让你不做坏事，它没有改变你人性，对不对？好，那妙子，当然之前我们有谈过说，你刻意在这个时候安排政协会，其实是跟川协会有关的。那你上次也提到说，我今天如果要去跟政协会，就代表说我现在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我要跟川普见面，我觉得我的筹码不够，所以我要去创造一个筹码。那现在政协会之后，再看到郑丽文在台湾的一个表现，做这件说法，他已经多到了那个筹码嘛？
那如果有这个筹码，接下来这个川习会他会怎么样打这个筹码？他会怎么样子用这个筹码去对川普施压呢？第一个最简单就是不用军售了嘛。台湾现在有人来跟我讲和平，我也和颜悦色跟他讲了，讲了和平了，我也和颜悦色讲了，他要回去说我和颜悦色讲了，对不对？我可以把他的话讲给你听啊。而且讲习近平好爱台湾人哦，对啊，而且很有感情啊，很有感情，很有民族情感感情。对，是。那你为什么不对大陆老百姓充满感情呢？你为什么不对香港人充满感情？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台湾人充满感情呢？那过去对台湾人不充满感情，为什么现在对台湾人突然之间充满感情了呢？这个叫什么？突然爱台派。突然爱台派。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军售嘛，第二就是我台独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这样，还是对川普打台独牌，台独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川普听不听得下去。如果他这个团队跟他本人跟他团队都头脑清楚的话，都想得清楚的话，这话应该听不下去的，因为他应该明白，就是中共拿台独当作牌来打他。事实上美国也看懂了，美国后来也拿台湾当牌打回去嘛，对，台湾对不对？所以才出现我刚刚讲说夹在两强中间，空间难受，空间安全，那两边都拿台湾当牌打。当然很多人台湾很有骨气，我不要当棋子，我不要当牌打，可以。那这样你就学以色列哦，你学以色列，我玩美国，我让美国帮我去打伊朗，我让美国陪着我去打伊朗。事实上，老蒋总统当时就是这个策略，我拉着美国帮我去打共产党，对不对？他当年是这样想，所以他不肯放这个金门跟马祖，是，然后跟你签这个协防条约。然后金门马祖没事，我就弄一下看看，没错。然后最后看是不是能把美国拉进来。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就是823号战根本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两个人的合谋，对，玩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常讲说，大国跟小国同盟呢，对双方都有风险。小国怕大国出卖他，大国怕小国拖他下水。对啊，现在我们就要拖大国下水，这没办法。这个我们实话实说。美国可能不是想出卖我们，但美国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出卖我们，这我们必须认清楚。当然，但是在我们有价值的时候，美国是不会出卖我们的。今天就这个时候，我们对美国价值太高了，高到它不能出卖我们，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什么美国会出卖我们呢，要帮我们干什么？现在是不会的，将来我不敢说，但现在绝对不会。那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是要拖美国下水，就这么简单。那现在我们有什么在拖美国下水？第一，我有晶片；第二，我有台湾海峡；第三呢，我反共。这几件事情我拖美国下水。你美国不反共吗？你美国不要对抗共产党吗？你美国不是要称霸世界吗？你必须靠我嘛。所以我们现在拖美国下水。那你刚刚讲说，这个到底这张牌有没有用哈？也要看我们怎么玩，也要看我们怎么玩。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能玩台独牌，我们可以玩台独牌。陈总统说玩过，当然他可能不太承认，不过他玩过。那这样讲，我是这样觉得哈。你如果觉得不合适，这段讲要剪掉哈。我是这样觉得，那时候呢，陈总统团队呢在玩台独牌，因为那时候不是伊拉克战争吗？对。就是那个反恐吗？反恐。盖达组织，然后他在玩台独牌，他本来想说玩凶一点呢，那美国就帮助我们呢，就压住中共了，就没玩成功，结果就是中共反手呢跟美国玩台独牌来打我们，所以他就想说台独撞墙什么等等，其实如果玩成功的话呢，那就签了和平协约了，两岸签和平协约了。后来我就跟这个陈团队里面一些高阶的这些长官，我就聊天，我说我们那差什么？我们差一个核子弹。我们只要有核子弹就完成了。怎么可能有核子弹？我说可以啊。做不做了？现在美国要疯了。我不用做，你可以去买呀，买得到的，国际上买得到的。他买运不回来，我说不用运回来，摆在巴黎机场储物柜就被人家抓到，承认对是我摆的，对我还有，我摆在别的地方，可以吧？对不对？国际政治兵不厌诈嘛。谁说你一定要有？对，谁说你一定要做出来？巴基斯坦卖的呀，你可以去买，它还有卡塔罗古呢。是啊，还有卡塔罗古，
打开封面第一页就是那个人的照片呢，哎，我做的，然后我卖的，我售后服务，我还 7-Eleven， 我还宅配，还可以上门服务。那时候的确是可以买得到，买完之后你摆在别的地方就行了，然后被人家抓到就承认了，然后我还有在摆的地方，那我就有了嘛。那大家会不会怀疑你有？当然怀疑你有，这就够了嘛。只要让你怀疑就好，让你怀疑就好，你不一定真有。所以台独牌是可以玩，但你不能真打下去，真打下去就废了。美国也很清楚，所以美国呢玩台湾牌，但美国不敢玩台独牌。这个牌我常常讲，我是随身带着的，我随身带的，我真不骗你，我随身带着。那这就是美国的台独牌。挥了半天，哎，不敢打下去，打下去就没了。但我挥的时候效果最大嘛，对不对？现在就这样。中共玩台湾，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台独牌对川普有没有用？说不定有用，但问题是我们要努力，我们得说清楚，就是台湾更有用，所以你不要去讲反台独，不要去签第4公报，把台湾好好抓在手上，对你美国最安全。你美国不是要强大吗？不是要再度伟大吗？我能帮你再度伟大，以色列会把你卷进战争，但我会帮你再度伟大。你想清楚，就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条件？好，那之前我们看到了国民党会怎么样？他就是一直希望我能够拿下了政权，我希望能够不管是地方政权或者是中央政权，所以我就一直走中间的这条路。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中间这条路，感觉上，我觉得中国现在习近平已经完全放弃，我也不期待。过去还期待说，哎，这个政权是对我友好的，这个政权是我可以操控的。这个，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感觉是，我已经放弃了。他现在感觉上是，我已经不要求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因为只要是民主选出来的，你就一定是台独；你只要是民主选出来，你就不可能投降。所以呢，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习近平是，他要岛内就台湾，要有一股非常坚强的力量。这个坚强力量是我可以用的，我可以操作的，是听我的话，可以是帮我讲话的。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这种态势啊，包括你就要看到台湾现在这种声音也越来越明显。没有错，那个中共对于香港就是这样玩的呀，对不对？香港都是在英国控制之下，然后在英国统治之下，他怎么办呢？他就培植建制派嘛，所以在里面有一个民建联呢，就是支持我的力量，这边帮我讲话，到最后呢，一旦成功的时候我就取代过来了，就人少没有关系，声音到大，对，声音要够大，所以他在台湾里面必须找这个内部代理人。就像当初我不是讲说在国民党里面找内部代理人一样吗？所以国民党里面有人在过去啊，大陆时代国民党里面一直有帮中共讲话的，那甚至有亲共的，甚至有有潜伏的。那现在在台湾也这样做，所以不只是国民党了，他对于各党派都是这样的。那时候人讲说啊，只有蓝营会亲共，我说不是的，我按照共产党逻辑，他每个党都渗透。现在在绿营里面不是抓到匪谍了吗？也都渗透。在白营里面不也抓到匪谍了吗？并不奇怪。所以匪谍，我们不是讲说匪谍无处不在吗？真是这样。那么也就是中共的渗透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这点我们真的不能低估。我几年前出来做节目时，他说共产党有那么厉害吗？我说当然厉害，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赶到这里来，还不厉害吗？今天在这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当然厉害了。但厉害并不是说你要害怕他，你只要明白他，要学会他，然后要学会他的策略，然后打败他。坦白说了，我们也想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共产党是暴政的话，那真的暴政必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信心。回到你的话题，就是他在外部如果打不了或者不敢打的话，他怕美国跟日本干涉的话，他不敢动武力打台湾，也不敢封锁台湾的话，他只能从内部来破坏台湾，就我前面讲的内攻之法嘛。当年对国民党是这样干的，今天是对台湾这样干，就不只是对国民党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对蓝营有些人呢很亲共很讨厌，但是那些深绿的也很危险。不要以为深绿的真的深绿，有的深绿是深红，我再说一遍，有的深绿是深红，有的深蓝是深红。他只是扮成深蓝跟扮成深绿，让双方互相吵架，结果就蓝跟绿不能合作起来对付红。我以前听过陈婉珍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妙。陈婉珍我们知道她是个台独建国女将，她是敢拿着战车去撞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她那时候就跟我讲一个，她说她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有一个司机很奇怪，那个司机每次都是因为你要冲不冲其实是要选择，你不是盲目要冲，
还有一个司机呢，每次都看起来是最剽悍的，是在台语我们叫琼州，每次都冲很凶，就搞了半天，你知道吗？那个琼州的最凶悍的、最毒的是国民党的廖北亚，他来就干嘛？他来就是创造冲突的，他创造冲突了，国民党才有理由，才有机会把他们全部都给抓起来。所以他讲那句故事的时候，我印象好深刻。国民党的策略呢，还是比较差的策略。共产党策略我再说一次，渗透蓝营跟绿营跟白营，所以深蓝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绿的有可能是深红，深白的有可能是深红。他的目的就让蓝白绿不能合作，不能合作来对付红，然后你们内部搅地下湖之后，你根本忘记红了，然后甚至想拉拢红来对付别人，这就是他的策略。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你越读越的。就我不能说深红的一定我不能说深蓝的一定是深红，对，我也不能说深绿的一定是深红，我只能说深绿跟深蓝里面都可能有深红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对香港也这样干的嘛，在香港就这样说的，所以完全一模一样的手法用了这么多年，只不过今天是越来越成熟罢了。然后现在打台湾打不动了，只好这样玩。对，所以我们台湾还真的警惕。所以说，为什么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手机上传来那些什么中国好棒棒啊，中国好厉害啊，然后中国女人都很漂亮啊，什么那些可能都有问题的，都有问题的。然后什么台湾很烂啊，鬼岛啊，然后民进党怎么样，态度怎么样，那些可能都有问题。然后美国很坏啊，美国就要干什么，那些可能有问题。所以各位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呢，你不要去相信它，这才是最重要的。多看宝洁的节目吧。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其实中美台是一个全世界最诡谲的一个环境，就像刚刚明老师讲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你也不知道，你不能用他的立场。其实你刚刚讲，你只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我在强调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国民党有什么样的策略，我也没什么意见，反正你国民党自己自作自受，这个个人造一个人担。可是刚刚讲的，如果今天你很清楚判断，当你这样的一个作为，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完全违反台湾的安全，完全违反台湾的利益，那就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事情，那是你我的事情，因为它影响到是你跟我的生命安全。非常谢谢明老师今天我们讨论，谢谢明老师，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很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是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